近日，菲律宾大肆操弄冲闯中国黄岩岛闹剧，组织多艘船只在黄岩岛邻近海域非法聚集，互相摆拍。中国海警依法进行现场管制，粉碎了菲方这场碰瓷表演。那么，菲律宾这个名为“这是我们的”所谓民间组织背后有多不简单？美国与菲律宾政府扮演了什么角色？敏感时期，印度舰队进入南海，是否意在搅浑南海，推进其东进政策？5月16号，菲律宾一个名为“这是我们的”所谓民间组织，召集该组织成员、记者、外国观察员等约200人，在菲北部渔港马辛洛克镇登上5艘商业渔船，另有100多艘小船紧随其后，浩浩荡荡驶向中国黄岩岛方向。数小时后，菲律宾海岸警卫队3艘公务船在海上与其会合，并充当保镖，更有飞机监控周边局势。这批船只抵达黄岩岛以东60海里左右，开始进行渔船运补、投放象征性浮标等大规模活动，并互相摆拍。对此，中国海警及时出手，依法对这批非法聚集船只进行现场管制。需要指出的是，该组织当天居然单方面宣称任务已经取得胜利，事实却是受到中国海警的强力震慑，在离黄岩岛还很远的地方就龟缩不前，任务成功并不属实。这是我们的组织啊，不是什么单纯的菲律宾民间组织，而是常年接受美国相关机构资助，专门在南海议题上搞事的政治组织。很显然，菲方就是在极力配合美国对华遏制战略，冲在最前面做先锋，并以此给美国制造深度介入南海的借口。这个菲律宾所谓的民间组织有何背景？谁又是幕后推手呢？据菲律宾媒体报道，该组织是一个由渔民和农民团体、艺术家、企业家、教会领袖和青年社会活动人士组成的联盟。这是我们的组织，在官网介绍和对外宣传上有意淡化政治色彩，但事实上它具有政治背景。首先体现在该组织实际牵头人拉斐拉·大卫是菲律宾公民行动党主席，通过组织此类活动来增加媒体曝光度，为自己谋取更多政治利益。此外，菲律宾和美国的军方也毫不掩饰与这是我们的组织之间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菲律宾《星报》5月3号报道称，在拉斐拉·大卫公布召集民众冲闯黄岩岛的计划后不久，菲海军发言人特里尼达就在公开活动上给予声援，称菲军支持这个活动。而梳理菲媒此前报道，这是我们的组织在南海开展的历次活动都不乏菲海军或海岸警卫队公务船伴航的身影。值得注意的是，这是我们的组织的实际控制者是美国人，他还常年受美方机构资助。美国通过妙手计划，经常怂恿他们在南海问题上兴风作浪，以影响非政府的南海政策。菲律宾亚洲世纪杂志就指出，美国在南海推出了名为“妙手”的战略计划，是为对抗中国在南海的主导地位而量身定制。此前的主要应用案例是利用各国媒体和社交媒体大肆抹黑中国海警在南海的维权执法行动，鼓动南海域内相关国家政府在南海问题上对华强硬。报道称，通过美方这项战略可以推断，这是我们的组织是美国与菲律宾合力支持的产物。美方已多次在菲律宾挑衅行为遭中方现场处置后，发表指责中方的声明，还动辄以履行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威胁中方。在刚刚结束的美菲肩并肩2024演习的沙盘推演阶段中，还被曝光出现了一艘外观与中国航母辽宁舰相似的模型，甚至组织了击沉中国制造船只的演练。中国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张小刚大校对此回应称，美菲联演练有关科目是典型的阿 Q 精神胜利法，中国军队历来不惹事不怕事。有人若想扯虎皮、拉大旗、拉帮结派，对中方进行胁迫施压，那完全是打错了算盘。我们正告菲方，不要轻举妄动，停止一切侵权挑衅行径。中方将继续采取坚决果断措施，坚决捍卫自身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维护南海和平稳定。非军方的人事变动也备受关注。菲律宾《星报》5月18号报道，菲律宾军方已撤换非武装部队西部军区司令部司令阿尔贝托·卡洛斯。此人被认为在今年早些时候曾就仁爱礁问题与中方达成新模式协议。不过，非军方不承认这一人事变动与中国有关，卡洛斯本人尚未就此事发声。近段时间以来，菲律宾多位高官否认曾就仁爱礁问题与中方达成君子协定，更是妄称中国关于仁爱礁的新模式是凭空捏造，双方在仁爱礁问题上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对此，中国外交部指出，今年初中方与非西部军区经过反复商谈，达成了仁爱礁管控新模式。非西部军区反复确认，新模式获得菲方指挥链所有关键人物批准，包括防长、国安顾问在内。中方对上述沟通商谈过程有详细完整记录。美国彭博社近日还获取一段录音，记录了中菲双方展开磋商的过程。文字记录显示，非武装部队西部军区司令部司令阿尔贝托·卡洛斯同意以一种新模式处理菲方坐滩军舰的补给活动。相关知情人士表示，相关文字记录内容属实，非军方官员确实曾就运补新模式与中方达成一致，并一度遵守，但很快菲方又背信弃义。印度也借着上月向菲律宾出售布拉莫斯反舰导弹，不断将触手伸向南海。日前，由印度海军德里号驱逐舰、基尔坦号反潜护卫舰和沙克提号补给舰组成的海上编队已进入南海。印度媒体还声称，印度海军此举就是要向中国发出消息，印度支持菲律宾在南海针对中国的挑战行动。此外，印度也希望增强自己在东南亚范围内的影响力，进而推动该国的东进政策。在菲律宾不断搅局南海之际，印度海军派出3艘军舰进入南海，并访问菲律宾等多国，意图不言自明，包括舰桥前部安装的2座12管反潜火箭发射器，舰体中部的1座5连装533毫米鱼雷发射管，以及2架海王反潜直升机。德里级驱逐舰可以说是典型的服役及落后，因为该舰的整体技术水平在21世纪初期就已经不够看了。但是印度海军直到首舰德里号服役20年之后，才进行现代化的改造和升级。其最大的变化是将天王星亚音速反舰导弹替换为布拉莫斯超音速反舰导弹。虽然印度海军后来发展出更先进的加尔各答级、维萨卡帕特南级隐身驱逐舰，但总数只有7艘，正式服役的数量为6艘。对于急着朝远洋海军发展的印度海军来说，驱逐舰的数量是远远不够的，因此3艘德里级驱逐舰仍然担任印度海军的主力。而这次伴随德里号出行的基尔坦号护卫舰是于2017年加入印度海军，满载排水量3500吨，是一款专门用于反潜的护卫舰。其配备的反潜武器包括2座反潜火箭发射器、2座双联装533毫米反潜鱼雷和1架海王反潜直升机。其他武器并不多，因此它的反舰和防空能力十分的薄弱。可见，这次进入南海的印度海军编队作战能力实属一般。不过，印度插手无疑会增加南海问题的复杂性，值得观察。据印度论坛报5月14号报道，印度国防部长辛格公开表示，印度将很快开始建造第3艘航母，这也是印度第2艘国产航母。辛格称，我们的目标不仅是拥有3艘航母，我们未来还会建造更多的航母。目前，印度的2艘航母分别是维克兰特号和维克拉玛蒂亚号，其中维克兰特号是印度首艘国产航母，满载排水量约为4万吨。维克拉玛蒂亚号则是由俄罗斯的2手航母升级改造而来。辛格指出，第3艘航母会是另一艘与维克兰特号相同大小的航母。印度再造一艘航母的能力是有的，毕竟印度已经建造了一艘维克兰特号重型航母，而新航母在总体设计上和维克兰特号相近，对印度来说呢，再造起来会顺利很多。印度计划建造第2艘国产航母，表明印度想把自己多年来追求的3艘航母变成现实。在印度看来，
拥有3艘航母之后呢，就能够始终保持有1艘航母在海上存在，从而让印度对印度洋的控制能力大幅增强。可以说，印度的最大野心就是将印度洋变成印度的洋嘛，而航母则被印度视为实现自己野心的最佳工具。这个所谓的菲律宾民间组织，其实常年受美方机构资助，在南海议题上兴风作浪，并试图影响非政府的南海政策。那陈先生，这暴露出美国怎样的居心呢？这个所谓的菲律宾的民间组织啊，就是准备在5月中旬或者之后的时间呢，组织所谓的当地渔民，那纠结起来呢，以这些人为肉盾，去做各种的这个非法的侵权行动和这个组织集会。那这个就是为了在这国际舆论场上面，在菲律宾国内造成政治影响非常恶劣的这个舆论效果，去绑架菲律宾政府的决策，去逼着这个菲律宾政府去反华。这些组织背后都是像美国的一些所谓的非政府组织一些这个情报机构或者情报组织等等。那这些非常不罕见，因为这就是美国长期以来构建的一个非常庞大的这种搞颜色革命的颠覆他国这个政府主权的这种套路和这种巨大的网络。就是靠幕后操控当地的一些组织搞这种层层转包层层资助的这么一个网络体系。现在在菲律宾国内那美国这种组织又开始操控当地的一些所谓的民间组织去搞这些事情。那所以这种行动或者这个趋势是值得我们警惕的。近日，印度海军以作战部署为名义，出动了3艘舰艇进入南海，并且访问菲律宾、新加坡等南海周边国家。分析指出，印度此举实际上是给菲律宾撑腰，借此推进其所谓的东进政策。那曹先生，您怎么看印度在敏感时期进场搅局呢？印度的军舰呢，这次进入南海，并且准备到菲律宾进行这种所谓军事访问呢，可以说是一种浑水摸鱼的行动。印度呢，它也是一个南海域外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本来嘛，你要是进行正常的访问或者过航也就罢了，但是呢，你明明看到这个美国怂恿就是这个菲律宾在这个地方进行兴风作浪、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行动，你还把军舰派到这个区域里边来进行所谓的这种穿航、这种航行、这种演习、这种军事行动的访问，那你不是浑水摸鱼吗？借着这个美国在这里兴风作浪，然后呢，你就在这上火上浇油，所以他的这个行动是不利于南海的和平稳定的，是不利于就是我们讲。就是通过增信事宜、通过谈判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的。日前，印度防长辛格表示，印度将很快开始建造第3艘航母，未来还要建造更多的航母。有印度媒体则以海军竞赛为题，渲染印度新建第3艘航母要与中国比个高低的氛围。那陈先生，您怎么看印度的航母战略呢？印度那些媒体鼓吹印度跟中国搞军备竞赛、搞航母竞赛、搞海军竞赛，这些言论都是错误的，都是没有任何根据的。这个印度海军它这个战略发展其实最大的一个障碍或者它直接有这个冲突对抗潜在趋势的是跟当地的美国驻军、当地美国的这个力量存在，尤其是美国在中东地区在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红海、波斯湾有大量的这个兵力存在。那在印度洋的迪戈加西亚群岛也有大量的兵力驻屯，尤其是有这个 B-52轰炸机、B-1B 轰炸机等等。那这些的打击力量其实能力上还是非常强的。这个跟印度军队跟印度海军构成了直接的这个冲突对抗的这个潜在的这个威胁。所以印度呢一直以来它对于美国来说也有相应的这种战争准备也好，这种冲突对抗的准备。而这些准备呢，它从来不进行各种的宣传，它一般呢也就是把跟中国军事对抗的这种趋势描绘或者夸张渲染的比较大，作为它在这个媒体或者这个舆论场上面一种这个幌子或者借口。
乌克兰将获得丹麦提供的首批5架 F-16战机。面对俄罗斯的先进防空系统和远程空对空导弹，乌克兰会否成为 F-16迄今为止遭遇的最危险战场？乌克兰或仿效美军派出 F-16执行野鼬鼠战术，以打击俄防空系统。那么野鼬鼠战术到底是什么？飞行员把自己的飞机当成诱饵，引诱俄防空系统，成功可能性有多高5月20号，俄国防部发布消息称，俄军继续在哈尔科夫地区向乌军防御纵深推进。此外，俄军完全控制了卢甘斯克地区别洛戈罗夫卡定居点，并占据更有力的防线和阵地。乌克兰哈尔科夫州副军事行政长官谢缅努哈则称，目前乌军控制该州乌尔昌斯克市约60%的地区，俄军对该市的进攻仍未停止。而前一天，俄罗斯国防部表示，过去一夜间，俄防空部队在克里米亚上空击落了9枚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导弹和1架无人机，在别尔哥罗德地区上空击落3架无人机，在克拉斯诺达尔地区上空击落了滚，引发争议。据报道，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布林肯第4次访问基辅。与前3次不同，此行他破例带来了完整的随行团和记者队伍，似乎是早已安排好了这场作秀活动。即便是乌克兰官员也批评称，布林肯的表演完全不合时宜。乌克兰的外交政策专家拉什顿表示，大量乌克兰士兵正在前线战斗并死亡，而布林肯在基辅的一家酒吧里假装自己是摇滚明星，更何况他五音不全。布林肯去年9月曾提出音乐外交倡议，要将音乐作为外交工具，而他在基辅的实践也在美国国内遭到批评。在美国的首肯下，北约多国开始向乌克兰提供 F-16战机。丹麦首相梅特弗雷泽里克森5月13号表示，丹麦提供的首批5架 F-16战机将在6月抵达乌克兰。去年有多个西方国家承诺为乌克兰提供约40架 F-16，并为其培训飞行员。分析指出，乌克兰将获得的 F-16战机是 Block 50以上的较新型号，该机的航电设备、武器系统和配备的导弹比乌克兰现有的战机先进很多。此外 ，F-16还可以为乌克兰提供压制或摧毁俄军防空系统的能力。在美国空军的序列中 ，F-16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执行对地面防空武器和雷达等设备进行压制和打击。美国商业内幕网站就指出，乌克兰空军试图利用 F-16来效仿美军野鼬鼠战术，以打击俄防空系统。有美媒指出，乌克兰空军试图效仿美军野鼬鼠战术来打击俄罗斯防空系统。然而，外界认为这一战术风险太高，并不看好。那么，什么是野鼬鼠战术？乌空军玩得转吗？野鼬鼠战术最早出现于20世纪60年代爆发的越南战争。战争初期，苏联提供给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萨姆防空导弹，对美军飞机造成了很大的损失。那么这张照片记录的就是一架美军的 F-4战斗机被一枚萨姆防空导弹击中爆炸的瞬间。为了扭转战局，美军启动了一项名叫“野鼬鼠”的作战任务，就是防空压制任务，专门用于压制对手的防空系统。众所周知，雷达是整个防空系统的眼睛，但雷达在工作的时候发射的雷达波也会暴露自身所在的位置。野鼬鼠战术就是让经过专门改装的战机找出对手的雷达位置，随后己方或者友军战机去摧毁对手的防空武器阵地。野鼬鼠战术看着很好理解，但实际上危险性是很大的，因为野鼬鼠飞机就是送到对手防空系统面前的第一波目标。因此，美军相继使用 F-100、F-105和 F-4这些速度快、机动性强的战斗机，携带专门用来探测雷达信号的电子设备，升空扮演野鼬鼠，然后由后续的其他战机打掉对手的导弹阵地。在意识到美军的新战术之后，越南民主共和国只能够采取及时关闭雷达或者缩短雷达开机时间等方法来应对。这样一来，无疑是严重地削弱了防空导弹和高炮对美军飞机的威胁。比如，正在引导萨姆2导弹攻击美军飞机的雷达被迫关机或者被反辐射导弹摧毁后，萨姆2导弹马上就成了瞎子，无力对美军进行攻击了。
这个战法最辉煌的战绩是在1972年轰炸越南民主共和国的后卫2行动期间，美军改装的野鼬鼠飞机多次打掉了对手的雷达站，自身却无一损失。而越南民主共和国的防空部队虽然发射了1240枚萨姆2导弹，最终却只击落了25架美军的 B-52战略轰炸机。野鼬鼠战术在战场上大获成功，后来也成为了美空军类似作战任务的代名词。不过，乌空军在今天效仿这一战术，能取得怎样的效果就很难说了。据报道，乌空军有北约国家提供的 AGM-88哈姆反辐射导弹。那么，从俄军目前公布的导弹残骸和未爆弹照片来分析，很可能是早期型的 AGM-88B。AGM-88B 导弹的最大飞行速度有3.5马赫，最大射程为148千米，战斗部为66公斤。在弹头处安装有一个无线电频率捕获装置，可以跟随对手雷达波的传导方向一路追踪，自动打击巡航范围内的雷达设施。乌克兰曾公开过使用米格29苏27战机在空中发射 AGM-88B 反辐射导弹的画面，但有分析认为，用苏制战机来发射美制导弹会存在兼容问题，影响作战效能。而且乌军的对手是有着强大防空作战能力的俄罗斯，俄军有 S-400、S-300、S-350等种类繁多、性能先进的防空武器，共同构成完整的防空反导体系。还有一点要强调的是，防空压制是非常复杂的任务，而乌空军现在的最大问题就是没有体系化的对抗能力，单靠野鼬鼠战机自身就想压制对手的防空系统，基本上不可能。乌方战斗机的雷达告警器相对比较落后可能会出现比较多的漏警，被对方雷达锁定呢却浑然不知，那就比较危险了而且呢，它的电子干扰装置呢也相对来说比较落后。所以呢，现在比较好的办法呢，不是说让战斗机去当诱饵，而是派出无人机或者专门的空射诱饵去引诱对方的防空系统。德国新闻电视频道网站5月13号报道，北约在毗邻俄罗斯的爱沙尼亚举行了该组织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空降演习，以向俄罗斯发出威慑信号。来自7个国家的1400多名伞兵与14架运输机参与演习，目标是解放在演习设定下被敌军占领的罗马尼亚肯皮亚图尔纪军用机场。此次空降演习是北约坚定捍卫者2024大规模军演的一部分。面对北约步步逼近态势，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警告称，如果西方想在战场上为乌克兰战斗，俄罗斯已经对此做好准备。